你以為馬來西亞最強的只有雙峰塔和肉骨茶？那你真的小看了。這個國家平常看起來很低調，但有些發明一出手，直接影響到全世界。你以為攝影界的都是日本人？你以為搞工程基建大咖都來自中國？你知道嗎？甚至連我們今天戴口罩這件事，都能追到馬來西亞人的腦袋裡。今天就来看看馬來西亞最具代表性的10大發明，這根本是原來我們每天都在用，卻根本不知道是誰先想到的大型打臉現場。看到這裡，先順手點個讚，訂閱一下，我們直接開始。第10名，Jambla。你以為馬來西亞的發明都是那種很有實驗室味，聽起來很高科技的東西嗎？還真不一定。這個 Jambla 後來也叫 Dragon Shot， 走的反而是另一條路。它不是那種遙不可及的發明，而是一種你光看別人打一輪就會想自己下場試試看的球類運動。場地用的是羽毛球場，站位有點像羽毛球，揮拍時又帶一點網球和乒乓球的感覺，但真正打起來節奏又完全不一樣。這項運動最早在2012年的吉隆坡出現，由創辦人 Sukdeo Singh 想出來。他想做一種不會飛太遠，但打起來還是很有運動量的球類玩法，結果一路發展下來，真的變成了一項全新的球拍運动。這項運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容易讓人進入狀態。很多運動第一次接觸時，規則複雜，手感又亂，新手打沒幾分鐘就想放棄。但 Jambla 不一樣，你拿起球拍，很快就知道該怎麼打，也很容易打出連續來回。球一來一往，節奏越拉越快，人也會越打越投入。表面看像休閒運動，可認真打起來，腳步、反應和專注力一樣都不能少，沒幾回合就開始冒汗。而且它還有一種很特別的氣質，就是看起來親切，打起來卻一點都不無聊。熟悉的场地，順手的打法，再加上夠快的節奏，讓娛樂性和運動感同時都有。你本來以為它只是一個新奇玩法，結果一上手才會發現，這東西還真有點東西。第9名，彩虹編織器。你有印象嗎？前些年全世界很多小孩手上、書包上，甚至鉛筆盒旁邊都會掛着那種5顏6色用橡皮圈編出來的小手環、小吊飾，看起來好像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手作玩具，但它當年真的紅到嚇人。而這東西背後的關鍵人物，居然是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發明者。他是出生於霹靂太平的吳昌俊，後來移居美國，把這個簡單到離譜但又會上癮的玩具做成全球爆款。幾根彩色橡皮圈，一個塑膠編織架，再加上一支小鈎針，組合起来居然能讓無數人一玩就停不下來。彩虹編織器最有魔力的地方，就是它同時踩中好幾個點。第一，它很容易上手，小朋友看一遍差不多就會。第二，它有很強的成就感，因為你不是在单純的玩玩具，你是在親手做出東西。第三，它顏色夠亮，变化夠多，今天可以做手環，明天可以做戒指、吊飾、動物造型，甚至做成一串你自己都舍不得拆的作品。那種感覺很妙，你一開始只是隨手試試看，結果編着編着，桌上橡皮圈越來越多，腦袋裡還會一直想我下一條要不要換這個顏色。而且這種發明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它不挑人，小孩可以玩，大人也能玩，親子一起玩更適合。很多玩具玩完一次就被丟到角落，但彩虹編織器不一樣，它有一點像手作版的停不下来机器，因為每做完一個作品，你馬上就會想是下一個图案。你如果從商業角度去看，很多人以為偉大的發明一定得是火箭、電腦、機器人才配叫發明。錯，有時候真正能打進全世界家庭、學校、文具店和玩具店的，反而是這種看起来輕巧，實際卻超会擴散的東西。它不需要高深门檻，不需要你讀懂說明書半小時，它直接讓人上手、上癮、分享，再帶動更多人一起玩。這樣的傳播力才是真的凶。第8名，自動牙刷保護蓋。你有沒有想過，我們每天刷牙這件事，其實有一個很尷尬的問題，大家都習慣裝沒看到。牙刷天天擺在洗手台旁邊，看起來很正常，但灰塵、水汽、飛沫，甚至一些你根本不想細想的東西，通通都可能粘上去。偏偏牙刷又是要直接塞進嘴巴裡的東西，光想到就有點頭皮發麻。
也就是從這種超日常但又超真實的煩惱出發，馬來西亞 Guyot 做出了這款很有名的自動牙刷保護蓋，也就是很多人熟悉的 Flipper。 這項設計的核心就是讓牙刷在收納時保持封閉，同时又能在使用時自动開合，盡量避免手去碰到刷毛，走的就是簡單但很聰明的路線。這東西看起來真的不大，甚至第一眼會讓人覺得就一個牙刷蓋而已，有什麼了不起？但你一旦實際用過，就會發現這種發明特別賊。平常牙刷放進去時，它自動把刷頭包起来，拿起來的時候蓋子又順順地打開，不用你額外多做動作，整個過程很自然，自然到你會覺得好像本來就应該這樣。真正厲害的設計往往就是這種感覺，不是用力炫技，而是讓你以為它天生就該存在。Flipper 官方也把它定義為全球首個自開自關牙刷保護蓋機構。這個產品後來從馬來西亞一路賣到海外，成為 Orca 旗下很有代表性的設計產品。它不需要教育市場太久，你不用跟別人解釋半天什麼原理什麼未来性，大家一看就懂，哦，这東西是在保護牙刷，就這麼簡單。可偏偏越是這種1秒就能懂的發明，越容易打進日常生活。它沒有那種哇塞改變宇宙的氣勢，但它有另一種一旦用習慣你就回不去了的感覺。你會開始嫌棄那種刷毛直接裸露在外面的牙刷，看着都覺得心裡毛毛的。第7名，自動半熟蛋煮蛋器。你有沒有發現，半熟蛋這種東西看起來很簡單，真的做起來卻超容易翻車。不是太生，蛋白還在那邊晃，就是太熟，整顆直接從早餐靈魂變成水煮蛋災難現場。尤其在馬來西亞這種把半熟蛋當日常儀式的地方，早餐如果少了那種輕輕一敲，蛋黃緩緩流出來的感覺，真的會差很多。也正是這種很生活、很接地氣的煩惱，才逼出了這項超經典的發明——自動半熟蛋煮蛋器。時間可追到1973年，拿督邱夫人早年其實是伐木營地的推土機操作員，因為工作一忙，常常顧不到時間，結果原本想吃的半熟蛋，最後不是煮老就是報廢。後來他就自己開始試，用舊的 Obotan 灌打洞做實驗，一路慢慢抓出水量、時間和結構的關係，最後才做出這個後來在茶餐室、媽媽檔和很多家庭裡都看得到的經典裝置。它的邏輯其實很妙，把蛋放進去，倒入熱水，等水慢慢流走，但也就熟到一個剛剛好的狀態。你看它結構不複雜，但就是這種看起來普通，實際超懂人類早餐痛點的設計才最狠。可偏偏這種東西最容易打進日常生活，因為它解決的是大家天天都會遇到的小問題，而且解決得非常順手。你今天去很多馬來西亞的早餐店，看到那種塑膠半熟蛋器具，其實看到的不是一個普通廚房小物，而是一種已經默默融進生活習慣的發明。第6名，油棕生物質工程木材。你有沒有想過，馬來西亞滿地都是油棕，可很多人一提到油棕，腦中想到的不是食用油，就是環保爭議。很少人會想到，這些被砍下來的油棕樹幹居然還能變成木材，而且不是那種隨便拼一拼的替代品，而是能拿來做工程用途的工程木材。這項發明背後的關鍵人物是馬來西亞的 Wan Towns 博士，他把油棕種植後留下的大量廢棄生物質重新利用，做成一種叫 POP Slumber 的工程木材。這項成果後來還拿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發明獎。這東西厲害的地方在於它處理的不是一個小麻煩，而是一個很大的現實問題。油棕園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更新種植，舊的樹幹如果只是當廢料處理，不止浪費，還會帶來額外負擔。但 Wan Towns 博士的做法很聰明，他不是把這些材料當垃圾，而是反過來想，既然馬來西亞本來就有這麼大量的油棕生物質，為什麼不能把它变成可用的建材？於是原本看起來鬆散、價值不高的材料被做成更穩定、更有用途的工程木材。講白一點，這種發明最猛的地方不是挖好新奇，而是它真的把廢物硬生生拉進產業鏈裡。它沒有那種花裡胡哨的噱頭，卻有一種很硬很穩的實力。因為真正厲害的發明，有時候不是讓你驚呼這也太酷了，而是讓你回過神來發現，原來它已經把問題解決掉了。第5名，擋土牆系統。你平常開車經過高速公路，
看到路邊那些一格一格像蜂巢又像階梯一樣撐住山坡和土層的結構，可能早就看習慣了，甚至根本不會多看一眼。可問題來了，那些東西可不是普通水泥牆隨便堆起來的，它背後其實是一套很成熟的擋土牆系統，而且還是馬來西亞自己做出來的。這個系統叫 Nehemiah Wall， 由馬來西亞工程師 Nehemiah Lee 共同開發，從1993年推出後，已經廣泛應用在馬來西亞各地，後來還輸出到新加坡、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和印尼。這套系統厲害的地方是它處理的不是小小的問題，而是那種一出事就很大的問題，邊坡穩不穩，土層會不會滑，道路撐不撐得住。Nehemiah Lee 早年研究的就是夹筋土與擋土結構，後來把這些概念做成自己的專利系統。這種牆體的核心由牆面構件、加固幹件和土體組成，重點不是把牆做得死硬，而是讓整片結構和土一起工作。聽起來有點工程味，但你可以把它想成，它不是在硬擋，而是利用蜂窩結構聰明地撐。也正因為這樣，它後來能在馬來西亞高速公路網絡裡變成很常見的畫面。這項發明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低調到不行，你不會像看到新手機、新相機那樣馬上興奮，但它其實每天都在默默保護人。山坡沒塌，路基沒亂跑，工程能更快更穩地完成，背後就是這種很多人不會注意，但一旦少了就會出大事的系統。第4名，防疫口罩原型。你有沒有想過，你今天看着口罩，可能會覺得這就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東西，薄薄一片，掛上耳朵，出門戴着就走了。但你有沒有想過，這種把嘴巴鼻子遮起來防疾病傳播的現代觀念，其實並不是一開始全世界都認同的。很多年前，大家對空氣傳播、飛沫阻隔這些事認知根本沒這麼完整。而在這個關鍵轉折點上，有一個名字非常重要，他就是出生於檳城的醫生伍連德。他在1910到1911年中國東北鼠疫期間，設計並推廣了更嚴密的多層紗布棉質口罩，後來被廣泛視為現代防疫口罩的重要先驅之一。更嚴謹地講，他不是把今天所有口罩一次發明完成的那個人，但他確實把口罩從一個粗糙概念推進成真正能大規模用於防疫的實戰工具。伍連德厲害的地方，不只是他會做口罩，而是他當時比很多人更早看懂了一件事，這種瘟疫很可能會透過呼吸道傳播，所以醫護人員和民眾都必須把防護做起来。資料顯示，他在既有防護面罩的基礎上加了更多紗布層，改進綁法，讓口罩更貼合，也更能阻擋病菌進入。後來这種設計不只被大量生產，也在1918到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中繼續被廣泛使用。你可以把它想成，伍連德不是只做出一片布而已，他是把戴口罩可以救命這件事硬生生推到現實世界裡。那種感覺很猛，因為這不只是發明，更是把一整套公共衛生觀念往前扛，超級偉大。第3名 Littrell 光場相機。你有沒有想過，傳統相機這東西其實有點霸道，你按下快門的那一刻，焦點基本上就定生死了，拍糊了就是拍糊了，回家再怎麼看都只能干瞪眼。可 Littrell 光场相机當年最震撼的地方，就是他居然把這條規矩狠狠幹碎。他背後的關鍵人物是出生於馬來西亞的吳益人，他在斯坦福做研究時，把光場攝影的概念一路推進，後來做出 Littrell， 讓相機不只是記錄一張平面照片，而是盡可能多地捕捉光線信息，所以照片拍完之後居然還能重新对焦。這個概念當年一出來，真的很像攝影界突然有人把物理規則偷偷改了一條。吳益人厲害的地方，不只是他發明了一台新型相機，而是他從根本上去挑戰拍照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斯坦福工程學院的介紹寫得很直接， Littrell 的關鍵就在於它不是只存下一張已經決定好的影像，而是透過算法去重新計算、重建影像內容。講白一點，傳統相機比較像是把答案先寫死， Littrell 比較像是把題目和過程一起存起來，回頭你還可以改答案。你想想看，這有多誇張？以前大家拍照是拍完才發現焦點錯了， Littrell 那套邏輯卻像是在說，沒關係，你先拍，焦點我們晚點再談。
而且這項發明當時最迷人的地方是真的會讓一般人一聽就懂，這很不一樣。你對着一張照片點前景，前景清楚，再點背景，背景又清楚，那種感覺不像普通升級，比較像相機突然有點魔法。雖然 Leica 後來沒有變成人人手上一台的主流消費產品，但它留下來的意義一點都不小，因為它把攝影計算這條路往前狠狠推了一把，也讓大家開始認真思考，攝影不一定只是鏡頭和感光元件的事，算法本身也可以改变拍照这件事。第二名，生物識別護照。你有沒有想過，護照這種東西看起來就是一本小冊子，裡面幾頁紙，幾張防偽圖樣，感覺好像很多年都沒什麼變化，但其實它背後一直在升級，而且馬來西亞當年就是把這件事往前狠狠推了一把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在1998年推出電子護照，後來又進一步發展到結合生物識別技術的版本。講白一點，馬來西亞是把護照從一本紙本文件直接推進成更聰明、更難偽造，也更容易做身份驗證的數位化 Travel Document。這項技術背後的關鍵人物通常會連到 Iris 的創辦團隊。公開報道提到 Datuk Tan Sri Jin 與 Tony Lee Kui Hien、Chas Yak Hoke 一起創辦了 Iris， 而 The Edge 也直接把公司發明世界首個 Biometric Passport， 也就是 e-passport 這件事寫進對 Datuk Tan Sri Jin 的報道裡。你可以把它們理解成，不是在做一本比較高級的護照而已，而是在重新定義其他國家怎麼證明你就是你。以前護照重點比較像是這本證件看起來真的還是假的，聽好，只是看起來而已。到了晶片護照時代，邏輯變成這本證件裡的資料、芯片、身份特徵能不能一起對上，那個安全等級完全是另一個次元。第一名，單芯片 USB 閃存控制器。這項發明是我感到最自豪的。你有沒有發現，人類以前帶資料這件事其實麻煩得要命，軟盤容量小得可憐，光盤又慢又脆，燒錄還常常像在賭運氣。後來 PanDrive 一出來，整個世界的資料攜帶方式幾乎被重寫了。而這背後很關鍵的一步，就和一位馬來西亞人有關。他就是出生在雪蘭莪市耕莊的潘建成。他後來到台灣求學創業，群聯則在2000年成立，並以這顆單芯片 USB 閃存控制器打出名號。更嚴謹地說，群聯當年做出的關鍵突破是全球首個單芯片 USB 閃存控制器。群聯官方後來也一直把這項成果列為公司的起點。這東西厲害在哪？簡單講，原本要把閃存裝置做出來，控制電路和相關元件沒那麼容易整合，體積、成本、量產效率都會卡住。單芯片控制器一出來，就等於把關鍵大腦濃縮進更精簡的方案裡，讓 USB 閃存裝置更容易小型化、商業化，也更適合大規模生產。你可以把它想成，潘建成他們不是單純做了一個小配件，而是把原本複雜的東西硬生生壓縮成一個更實用、更能普及的核心技術。也因為這樣，後來的隨身碟時代才真的開始加速。潘建成這位發明者本身也很有代表性，他不是那種只存在新聞標題裡的傳奇名字，而是真的從馬來西亞一路走出去，把技術做成產業的人。所以看到這裡你會發現，馬來西亞真正厲害的地方，可能根本不是他平常有多會宣傳自己，而是他總能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拿出很有分量的東西。從一只看起來不起眼的自動牙刷保護蓋，到改變早餐習慣的半熟蛋煮蛋器，到直接影響邊境管理和公共衛生觀念的晶片護照，這些發明有一個很共同的特點，它們不一定每一個都轟轟烈烈，但幾乎都很實用，而且一旦進入生活就很難再退回去。這也正是馬來西亞發明最有意思的地方。如果你原本以為馬來西亞只是旅遊、美食和多元文化很有名，那這一集大概已經把這種印象整個翻過來了。因為這個國家不只會煮好吃的、蓋漂亮的、玩出精彩的，它連發明這件事都有自己的一套。看完這支影片後，不知道你最意外的是哪一個？或者你覺得最被低估的馬來西亞發明又是哪一個？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別忘了點讚、訂閱，我們下支影片再見。